然后我们来画一下这个人体，一个坐姿的，它的腿部有纵深，脚部呢离我们的视线相对较近一些。首先我们要先判断清楚这几个基本体块的朝向，头是向下倾斜的，头是低下来的，所以说它的正面是朝下的。胸腔呢略微挺起来，它的胸腔的正面是朝上的。胯部呢就是正常的坐着，坐着的话它就朝前。这是它3大体块的一个基本状态。画的时候呢也要围绕着这个体积的基本状态来画。耳朵中间这里是耳屏，耳屏对应的是颧弓，颧弓过来是颧骨，靠上一点这个位置是眉弓，这是另一侧的颧骨，这是下巴。我们在使用这个练习册进行练习的时候，可以把它的关键的鼓点标注上名称，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画人体最主要就是抓住那几个关键性的鼓点，只要能够把它们抓住，并且呢位置画对，这个造型都不会太差。人体的造型，肩头，注意肩头的自然形态，这里和这里分别有2个拐点，这个线条拐弯的地方呢就叫拐点，拐过来之后形成了整个肩头的外部轮廓，它和上臂衔接，然后上臂和前臂在手肘这个部分衔接，手肘这里也有一个偏方的体块，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圆的，到与手衔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偏方的。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前臂的背面和侧面分别在哪，要把它的朝向找清楚才好去接手。然后乳房的脂肪垫，因为这个胸腔是抬起来的，所以说中线呢下边要往这边来。臀，在这个角度膝关节呢看不到太多，膝盖有一个和脚的一个结构特点，就是膝脚通向，你看脚尖朝向哪，膝盖就大概朝向哪。但是膝盖和脚呢也不是完全固定的，当脚和地面有一个摩擦力的时候，膝盖和脚还是能够错开的。那大差不差，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具有特点的一个知识点去运用。大部分情况下，膝盖和脚呢都是同朝向的。脚踝，这个是小腿的后面，对应的是足跟的后面。这些面和面都是相对的，它们都是有关联的，只要把它们的关联关系画准确，这个就不会太差。小腿肚子更鼓一点，然后这是脚部的体块。然后另一条腿呢有点往回搭过来了，它的朝向呢大概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才能够看到膝盖的前面，然后另一个脚被遮住了。那从这个地方的横断线也能够看得出来它的朝向。我们想要画准确这个体块人体的体积，判断清楚各个体块的朝向非常关键。